よ。今日はどんな冒険のお話？そうだな。よし。俺が5歳の時、南海に住む巨大金魚と戦った時の話だ。山治的黑西装造型早就公布了，但细节的戴哥硬是按照上传的顺序，给刚公布不久的乌索普就先发了货。不得不说，我戴还是挺重视出海这个系列的呢。没错，那我们今天就来玩本月发售的通贩，我300块钱吃现的草帽海贼团的狙击手乌索普。首先还是先来看到本体啊，那这个造型呢，显然就是刚登场时的出海造型了。出生于东海西罗布村的乌索普，名字的乌索就是日语中的说谎的意思，所以也有叫他骗人布的。结合上这个醒目的长鼻子啊，人物的原型就很明显了。木偶奇遇记中说谎鼻子就会变长的匹诺曹，而刚登场的乌索普剧情中又化用了伊索寓言中狼来了的故事。母亲重病缠身，乌索普只能跑到村口大喊海贼来了，唤醒母亲活下去的希望。这里我就得批判一下我认为海贼里面最大的渣男了，乌索普的老爸耶稣布。因为一句海贼旗在召唤我，就抛弃妻子，妻子重病到死也不管啊，在隔壁风车村吃香喝辣。明明已经是4皇的干部了，也从来没给儿子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啊。像这样的男人啊，竟然还能一直被崇拜。我不明白。不过乌索普出海的这段单元剧写的是真的很不错，简单的几话就把人物的性格描写得很清楚了。虽然老是吹牛说谎话，又胆小却又爱装，以至于真海贼来村里了也没有人敢相信。但乌索普的底色是一个正直善良，关键时刻会为了他人挺身而出的英雄。不仅在最后的时刻决定自己直面海贼，而且还冲上去保护了科亚。难怪科亚会愿意一直等这个一点也不帅的长鼻子小伙啊！路飞的通缉令上啊，就露了个后脑勺，也被科亚发现了。その後ろ姿はウソップさんに間違いないわ。不得不说，尾田老师是真的懂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生的。虽然我的收藏现在已经凑齐了乌索普和路飞，但通缉令上的路飞呲牙笑的面雕啊，我翻遍了手头所有的玩具都没有，戴哥故意留着不给呢。而这盒乌索普里戴的是这个大笑的面雕啊，应该是还原和路飞一起傻笑、一起嗨起来勾肩搭背的那个场景。我个人是不太满意的，要是能还原一下通缉令的话，不是比这个要完美的多吗？这一次的乌索普整体还原度也是非常的不错的，虽然没有做什么漆变的涂装啊，不过全身的细节配色并没有像索隆那样有很重的胶感，本身牛仔背带裤的细节也丰富，最终呈现出来的造型也就令我很满意了。当然了，这次的面雕也毫无例外啊，做的是非常的还原的，毕竟是海贼线嘛。乌索普本体的面雕就已经给了5个了，睁眼笑脸、闭眼笑脸、张嘴瞪眼脸、斜视呲牙脸以及一个搞怪的惊讶脸，种类比我预期的还要多啊，都做得非常还原乌索普的神态，一股丑角谐星的味道。不过我认为还是有所不足的，大家不觉得缺了一点什么吗？我觉得这个乌索普啊，是不是有点太干净了呢？印象中的乌索普除了狙击很准以外，战斗力方面其实就是个普通人，要和海上的这些恶霸作对啊，能活下来都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但乌索普大神的血厚程度可不一般啊，于是就总能看到遍体鳞伤的乌索普，全身的各处都缠着绷带，在最后关键的时刻丝血反杀。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阿拉巴斯坦对战 Mr. Four， 前面骂骂咧咧抱头鼠窜，用假锤子吓人，吓得到就打，吓不到就跑。但关键的时刻，敌方硬要用路飞的死挑衅，触发了草帽团的关键词，叠上了愤怒 buff 的乌索普讲出了这段令我记忆犹新的话。どうしても戦いを避けちゃならない時がある。お前まだ仲間の夢を笑われた時だ。鼻子都打折了也要战斗到底，男人的浪漫不过如此啊！看到这的时候真的是有点泪目了。其实到这里啊，乌索普的人物弧光已经初见雏形了。虽然他比谁都胆小怕事，但又比谁都珍重同伴，甚至包括那艘载着路飞一伙的船，以至于至今不敢再看第2遍啊。小时候看很讨厌乌索普，实力又差又爱瞎逼逼，梅利号修不好了那能怎么办？再说路飞也一样很难过啊，凭什么就不听船长的呢？甚至我觉得他就这样退出草帽一伙也挺好的。但长大后每每回忆此处啊，就百感交集。有人说这是因为这是乌索普的第1艘船，我觉得对也不对。空岛一战里梅利号的桅杆都折了，
但乌索普第一个关心的还是乔巴的伤势。俺必死で戦ったんだけど、もういろんなとこ燃やされて。お前怪我は大丈夫なのか？他真正放不下的应该是同伴才对。也有人说他是看到梅利号残破了被抛弃，想到了自己在团队里拖后腿，不如早点下船。他当然是有这么想过，但这并非是他离队的主因，否则他断不可能提出和路飞的决斗。不过也正因为是这段剧情啊，展现出了各种真挚又五味杂陈的情感，才把草帽一伙的友情给推向了新的高度。我也很认同一个说法，就是这次离队后的上船才是乌索普真正意义上的加入。而这期间的乌索普化身大家喜闻乐见的狙击之王，不仅身心都得到了成长，更是贡献了名场面。你问路飞知不知道狙击之王是乌索普啊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万代啊，你这套皮肤赶紧给我出啊！狙击王时期的乌索普装备也升级了，用空导背加武神编制的新弹弓，不仅能打拐弯的子弹，还能附魔。不过前期的乌索普啊，武器就是这把平平无奇的小弹弓。说实话，跟别的狙击手用枪相比，多少是有点像开玩笑了。但奈何人家鬼点子多呢，又是点火的子弹，又是辣椒素的子弹。第一场对战鱼人鸠时就来了一出出奇制胜，这些小道具平常就放在这个万能的包里，戴哥这里也给还原了出来，细节做的还是很不错的。当然打开那就别想了，虽然带子很长啊，但是装上去还是需要先拔掉头部，然后再把包包从手臂里套进去，再把头给装回去。乌索普在船上还有自己专属的乌索普 Lab， 研究各种的道具的用法。比如说这把铁锤啊，玩具这里就是一根棍加一个锤，只能算是小道具啊。但它不仅击杀了鸠，还当做弹弓子弹打败了 Mr. Four。但是后期就不怎么能见得到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乌索普研发的各种唬人的气球大锤，辉煌的战绩更是直接吓晕了幽灵妹，喜提萝莉杀手的称号。那这些东西玩具自然是没有给的。另外，如果想还原铁锤发射击败 Mr. Four 也是不行的。原本的弹弓上弹珠是贴在上面一体的，不过内容物里倒是还多给了一个皮筋。虽然官方的玩法是配合这个大拇指手型摆这个狙击的动作，也就是乌索普的弹橡皮筋的绝技，但是切记啊，这个橡皮筋是硬塑料，不是真的能掰动的橡皮筋，所以除了能摆这个 pose 以外呢，就还原不了其他什么东西了。不过大家别慌啊，不要被想象力限制了脑洞，没有真皮筋和鹿角的乔巴，我这里还有橡皮人呢，借路飞的胳膊一用，不是也可以吗？其他的配件里还有这个很重量级的道具啊，护目镜。作为狙击手，护目镜是非常重要的。不过这一副是乌索普最早的装备了，并非是后期在罗格镇上遇上达迪决斗得到的那一副。不过这段剧情其实也是 TV 原创，漫画中并没有。这个早期的护目镜平时就是套在乌索普的帽子上的，玩具这里也是这样安装的，把帽子先拔下来，然后把护目镜再扣上去。帽子上有沟壑，使得护目镜能稳当的扣进去，最后再把帽子给戴回去就 OK 了。这里顺带一提啊，虽然面雕是多插孔的，帽子也是为了面雕替换做的分离，但其实这样单抠下来换上去的话会更方便。另外战斗时的护目镜造型也给还原了出来，可以看到这个尾端是一个楔形的，而这个头发的后面是有对应的凹槽的，做的是比较隐蔽。把护目镜尾端长的部分向下插进去就好了。这个护目镜除了凸眼睛下的表情以外都能使用，而且因为真的是做了透明件啊，有透镜的效果，使眼睛有变化。戴上之后的面雕感觉又都不太一样了，这不就相当于又多送了4个面雕吗？尤其是这个张嘴的笑脸啊，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情绪了。其他的配件方面就只剩下手型了，这次的手型给的也是异常的丰富啊，一对大拇指立起手，一对手刀手，一对空心握持手，一对放松开掌手，以及一对五指张开左手和拉皮筋用的右手。不愧是狙击手啊，给的手型也是各种各样花样的。我们伟大的 God 乌索普在2年的特训前往往是走出奇制胜的套路，能摆出什么样的帅气 pose， 这可有点真的是难为我了。乌索普的动态更像是个小丑，我还真想不出太多好的姿势啊，但偏偏就是这个角色，万代却给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可动设计。首先脖子是双段的球冠，可以前后伸头，低头能达到30度以上，非常的不错，同时抬头也能达到30度以上的范围，左右的摆头也能达到接近30度的幅度。360度的转头自然也是没有压力的。大臂根部有一段非常有限的引出关节，幅度不大，但是至少是有的。可以看到里面的嵌套结构啊，大臂平台轻松的超过90度。360度的垂直大风车也完全没有问题。根部360度平转也保留了。
曲肘更是完美的180度，小臂贴住大臂，优秀的双段关节。最后手腕也能侧向摆动到45度以上。腰部的可动更是离谱啊，弯腰都快超过60度了，而且从后面看啊，没有空隙带来的穿帮，可以说是做得很优秀了。同样挺胸也是超大的幅度啊，应该有45度以上。左右的侧摆同样也很离谱，这也是45度以上的水平。最后360度的转腰也是毫无压力。紧接着大腿的前踢轻松达到90度，后踢由于硬屁股啊，只有30度左右，不过侧踢也是标准的90度。大腿根部360度平转正常。最关键的是屈膝啊，竟然真的能做到150度左右，而且膝盖的填充也做得很不错，一点也不突兀。脚踝的前后抬幅度也很不错啊，向后有30度以上，向前有60度，360度的平转自然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脚尖能独立做30度的上抬。最后是这个接地啊，90度超级接地，毫无压力。向外当然也是90度，轻轻松松，阻尼感也非常的好。说真的啊，之前鬼岛索隆和山治啊，看到这个可动，我感觉都得哭出来啊！尤其是这个胸腰和下半身，索隆要是能得到这个可动能摆的 pose， 那就更帅了。现在我只希望山治能延续这个水准啊。那魔丸的部分就已经全部介绍完了，最后的最后呢，咱们还是要给本期人物志做一个总结。尾田对乌索普的早期塑造显然是一个丑角。吹牛说谎又胆小，还到处惹事，但是患难见真章，通过反差来进一步烘托乌索普的人物弧光。但也正是这样的人物啊，是最难写的，尤其是对于长篇的连载来说，特别是日本动漫常常会用力过猛啊，让乌索普各种碎嘴子、使绊子，来显得更加的反差。这样一旦对这个角色疏于描写，大家就会对其产生厌恶。鬼岛之前啊，海贼王还多是以擅长的单元剧形式推进，人物登场的不多，都在可控的范围内。尾田构思好剧本，就能让每个角色像推副本一样的一人打一段，而乌索普又总玩邪门歪道，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构思出一些出奇制胜的桥段留给他，像是得到最高光的超视距狙击下阴砂糖，留下了绝境乌索普的传奇，更是配合其搞怪的特质，给他安排了 God 降临的名场面。至此，乌索普曾经吹过的牛都一一的实现了，甚至真的拥有了8000小弟的精兵。曾经感慨之余啊，突然翻到了当年18岁和兄弟们一起拍的照片，现实让大家天各一方，过的生活也截然不同。只希望海贼能不负当年啊，给大家疲惫的现实生活以美好的慰藉。本期乌索普魔丸人物志就到这里了，长视频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投币，咱们下期再会。